我国最重要的东西高铁大动脉终于来了，哪些城市最受益？沪渝蓉高铁自上海起穿越江苏、安徽、湖北，跨越至重庆，最终抵达四川成都，横跨4省2市，全长2000多公里，预计在2030年前完成全线建设。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个霸气鼓励，谢谢。我国最重要的东西大动脉，目前备受瞩目的宜昌至涪陵高铁渝宜高铁重庆段的施工图审核招标工作已经启动，预示着该路段有望在年底破土动工。这一重要进展不仅标志着沿江高铁全线开工的临近，更意味着这条横跨6省市、总长2100公里的超级铁路大动脉即将正式扬帆起航。沿江高铁这一伟大工程由北沿江高铁、河武高铁、汉宜高铁、渝宜高铁以及成渝中线高铁等多段组成，承载着我国高铁建设的重要使命。在此前，多个路段已经陆续动工，其中河武高铁更是于去年底全面启动建设。如今宜渝高铁也即将加入这一建设大军，使得整条高铁线路都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按照目前的规划及工期预测，最晚在2030年之前，这条横贯东西的高铁通道有望实现全线贯通。届时，它将沿长江而建，串联起长江经济带这一我国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大中城市最为密集的区域。这条高铁线路不仅将打通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3大城市群，连接起我国最重要的5大城市群，还将串联起上海、南京、合肥、武汉、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形成一条重要的经济走廊。可以预见，沿江高铁的建成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为沿线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它也将成为展示我国高铁建设成就和实力的又一张亮丽名片。与黄金水道形成互补优势。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3大区域，是一条黄金水道，串联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市，总面积约205.23万平方公里，占据了中国国土的近1/4。这里不仅是地理上的连接，更是经济文化的交融地带。202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区的 GDP 总量已接近60万亿，占全国比重高达 46.3%， 人口总量也约占全国的 43%。值得一提的是，沿江高铁直接经过的6个省份，无一不是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他们的 GDP 总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36.85 万亿，占全国比重近 30%。这一数字背后，凸显出长江经济带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沪渝蓉高铁建成后，从成都到上海的时间被大幅缩短至6.7个小时，相较于现有通道的12.2个小时，效率提升近1倍。这不仅是交通技术的进步，更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长江经济带涉及省份众多，区域面积广阔，上中下游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下游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上游地区，而沪渝蓉高铁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各区域之间的时间距离，增强下游地区对中上游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这将促进长江地区的创新资源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资源深度融合，推动长江经济带内相关城市群的协同发展。随着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长江经济带内的产业梯度转移也将加速进行。一些在长三角地区发展成熟的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和电子信息组装等，将沿着高铁通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不仅有助于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更能推动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东西大动脉打通，谁是最大受益者？研究显示，高铁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物理距离，更在无形中扩大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经济的腹地、产业的集聚地以及人口的流动方向，都随着高铁的开通而发生了显著变化。地势之间的差距也逐渐凸显，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在普铁时代，从偏远的地级市前往省会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如今350公里时速的高铁将这一旅程大幅缩短至2小时甚至1小时以内，使得强省会的虹吸效应愈发强烈。
对于中心城市如合肥、南京、武汉、成都、重庆而言，沿江高铁的开通无疑将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以合肥为例，这座城市虽不临江，但沿江高铁的开通使其成为连接南京与武汉的重要节点，强省会效应得到了充分体现。安徽的长江岸线城市如安庆、芜湖，虽然地理上更具优势，但在高铁网络的布局中，合肥却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成渝地区同样是沿江高铁的重要受益者。作为中国城市群的重要一极，成渝地区2城经济圈在政府支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尽管最初的国家规划中并未明确成渝中线高铁的建设，但随着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地位的提升，沪渝蓉沿江通道的规划建设被提上日程，成渝中线高铁最终得以落地。这一举措将进一步加强成渝两地之间的联系，推动双城经济圈的发展，双城记将会更加密切。综上所述，沿江高铁的开通不仅改变了长江经济带的交通格局，更对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心城市受益匪浅，而地势之间的分化也日益明显。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平衡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共赢发展，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